清渊，你疯了！我好心好意关心你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也配？我怎么不配了？我看你整天胡思乱想，敏感自卑，怕你被别人算计，怕你没人真心相待。我陪着你开导你，我哪里做错了？这不是开导，是 PUA， 刻意打压我，挑拨我人际关系，逼我依附你，靠拿捏我换好处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为我好。我没有，清渊，你别颠倒黑白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？是不是污蔑？你心里清楚。从前我纵容你，从今往后不会了。大家都看看啊！我真心待他，他无缘无故动手打我，还这么冤枉我，我真的太委屈了。真正委屈的人不会四处卖脸。我的家世是我的底气，我忍让是我的分寸。谁若敢算计我，我绝不姑息。你就算不领情，也没必要这么恶意揣测我，动手打我啊！清渊，你到死都想不到吧？你信了一辈子的闺蜜，爱了一辈子的男人，联手毁了你全家。为什么？我从未亏欠过你们分毫。蠢货！从接近你的那一刻，我们图的就是苏家的财富权势。你的自卑愚蠢，最好利用，仅此而已。你的自卑，你的众叛亲离，全都是我一手造成的，是我常年 PUA 你。对了，你父母的车祸，你家破人亡，一无所有，都是我和泽言的手笔。安心去死吧，你的一切从今往后都是我们的。今天这巴掌，清你多年拿捏我的账。你就算再讨厌我，也不能这么污蔑我。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害你。闭嘴，以后离我远点，再敢招惹我，你大可试试。苏清渊，微微都被你打肿脸了，你还不知悔改，立刻道歉！滚！就是做人别太过分，欺负自己闺蜜算什么本事？你也滚！林微微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脸上的伤怎么来的？老师，是苏清音打的，我好心安抚她的情绪，她莫名发脾气动手，我全程都没有还手。她最近性情大变，偏激易怒，我真的快撑不住了。当众动手伤人，太不像话了。苏清渊，打人是你做的？是。同学之间互帮互助，林微微好心待你，你不知感恩还动手伤人，你错没错？老师，您别骂他，他只是情绪不好，我不怪他。假意包容，真恶心。你还敢顶嘴？我没错，是他长期精神打压我，四处挑拨，暗中毁我名声，我已忍让许久。我没有，老师，他凭空捏造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。你做过的每一件事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苏清渊，微微处处迁就你，维护你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他，伤害他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泽言哥，别说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多管闲事。你就是太善良，才会被他屡屡欺负。说完了。我是为你好。你当众动手肆意伤人，传出去彻底毁了自己的名声。你仗着家世肆意妄为，迟早栽跟头。我的事轮不到外人指指点点，更轮不到你说教。你敢打我？再对我指指点点，我不只打你这一巴掌。他就是被惯坏了，仗着家境肆意跋扈，以后不必再迁就他。渊渊，受委屈了。谁让我女儿不痛快，我便让谁站不稳脚跟。你们明知我家底不凡，却日日洗脑我自卑，拿捏我，算计我。从前我隐忍，是我大度，如今我不忍了。渊渊，你不用委屈自己，爸妈永远给你兜底。往后再敢算计我，我绝不留情。
清渊，我认真反思了很久，我知道我以前错了，我不该算计你，不该抹黑你，是我嫉妒心太重。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真的舍不得彻底断开关系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真心对你。苏清渊，人家都主动道歉认错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没必要一直揪着过去不放吧？再怎么说也是多年朋友，何必闹得这么僵？太不近人情了。不懂前因后果，少做烂好人。清渊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我可以等，我会一直弥补你，只求你别再彻底排斥我。你不是悔改，你是怕失去我带来的所有资源，怕自己一无所有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愧疚。愧疚完了？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狠？我真的改了。你的悔改一文不值。别再用廉价的示弱挑战我的底线，下次我不止长官这么简单。苏清渊，微微已经低头认错，你依旧步步紧逼，当众辱她，你是不是太过霸道自私？你家世再好，也不该随意践踏别人尊严。泽言哥，算了，是我不配求他原谅，我们走吧。我护你周全，今日我倒要问问他，凭什么肆意伤人？你护他，你配吗？你觊觎苏家资源多年，靠着我的人脉、我的家世抬高自己，如今反倒有底气来指责我。一派胡言，我从未依附过你分毫。从未依附。你在各大高端饭局的入场资格是谁给的？你竞选校级干部的人脉是谁铺的？吃尽我的红利，转头和他联手踩我，你比他更虚伪恶心。你不准欺负泽言哥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们两个一丘之貉，靠着算计我依迫我活下去，还敢在我面前摆姿态讲尊严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过往从我这里得到的所有便利，我全数收回。你敢断我人脉，你别太绝！你看我敢不敢？是想苏清渊太嚣张了，无缘无故打人，真是仗势欺人。唉，林薇薇人那么好，一直护着她，结果被她反复针对，太可怜了。什么快啊？怎么小事啊？大家别这么说青桃，她只是压力大，我不怪她的。你太过善良，次次被他伤害，还处处为他说话。清月，大家误会你了，我一直在帮你解释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你不是解释，你是添油加醋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是在帮你，我只是不想你被大家孤立。苏清渊，适可而止。微微一次次包容你，你别太过绝情。包容？他造谣我，还利用我的资源，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包容善良？你血口喷人，我从来没有做过。苏清渊，你自己性格孤僻怪异，还好意思怪别人？微微真心对你，你不知感恩还抹黑她。不知情，别多嘴。你卖惨播同情，引导流言抹黑我，以为我不知情？我送你的奢侈品，你转手卖掉换钱；我给你的人脉资源，你转头用来踩我抬高自己，桩桩件件清清楚楚。不是的，大家别信他。不过是一点私事，你何必当众撕闹，让他难堪？他踩我自心，毁我名声，算计我数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让我难堪？虚伪之人，不配我留情。苏清渊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。微微已经身败名裂，你还不肯收手？做绝的从来不是我，是你们步步算计，次次逼迫。你强势霸道，肆意动手伤人，就不怕彻底孤立无援？我靠底气立身，不靠人情讨好。我恩怨分明，谁对我善，我知恩；谁对我恶，我必偿。清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们重新做朋友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朋友，你不配。
你就非要这么绝情吗？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朋友，你不能说断就断。这一巴掌断你我所有情分，从今日起，你我陌路，再无瓜葛，不准再攀附我、靠近我。你太过狠厉，对付豺狼，温柔最无用。我从前忍让，换来你们得寸进尺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惯着任何人。谁再敢算计我，下场比他更惨。苏清渊，社团换届竞选需要提前提交才艺审核视频，所有人都按时交了，就你迟迟不交，没有审核资格，直接取消竞选名额。截止时间未到，我何时不交，轮不到你定规矩。规矩是社团定的，你仗着自己家里有钱就无视社团制度，我看你根本无心留在社团，纯属混日子。清渊，学家也是按规矩办事，你别赌气，要是来不及就主动放弃吧，别让大家难做。做错事就认错，别肆意蛮横。社团不是你耍脾气的地方。赶紧出去，别在这耽误我们工作。规矩是用来约束普通人的，约束不了我。你拿鸡毛当令箭，刻意刁难，不配做社团前辈。你敢打我，我今天一定要上报学校，让你受处分。你可以试试，我倒要看看学校是罚肆意霸凌社员的干部，还是罚正当反击的我。清渊，你太冲动了，学姐只是公事公办，你怎么能动手伤人啊？快道歉！这里没你的事，少插嘴。苏清渊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动手伤人，肆无忌惮，真以为没人能治你？多管闲事。从今往后，社团之内，谁再敢私下针对我，刻意刁难我，下场与他们一致。放心，这个项目思路绝佳，没人能看出端倪。这次你一定能赢他，彻底压过他的风头。我隐忍这么久，就是为了彻底摆脱他。以后我再也不用依附任何人。清渊，项目比拼凭实力，你输了可别又动手撒泼。偷我的思路，用我的资源，也配谈实力？什么你的思路？都是我自己熬夜研究出来的，你别血口喷人。苏清渊，自己没本事就别嫉妒别人的成果。我嫉妒？我随手舍弃的东西被你们当成宝贝争抢，可笑至极。你凭什么打人？你就是不讲理！今日之内撤回所有盗用我思路的项目申报，否则我直接提交原始记录，让你全校通报，彻底除名。你太狠了！对付偷窃者，无需仁慈。我没事，只要青雀能原谅我，我怎么都行。苏清渊，你已经赢了这么多次，为什么还要步步紧逼？微微已经够惨了，你大度一点不行吗？就是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这样赶尽杀绝，未免太无情。大度？我大度的时候，你们任由他抹黑我、霸凌我、算计我。如今我不再忍让，反倒成了无情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动手打人就是不对。我的恩怨轮不到你道德绑架。你太过分了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何必？怎么，打他没打你是吗？苏清渊，你太过分了，把微微逼得没朋友没口碑，你满意了？赶紧给微微公开道歉，恢复她的名声，不然我们今晚不让你回宿舍。算了，你们别为难清河，是我自己不好，不关他的事。我从未逼他，是他自作自受。还敢嘴硬，今天必须给你长长记性。寻衅滋事，先罚你。苏清渊，气焰生恨，跟风抱团一并受罚。我们只是讲道理，你凭什么打人？忘了，还有你。
靠着抱团欺凌博存在感，最是廉价可笑。下次再敢围堵我替他出头，我不止长沟。林薇薇，最后一次。辅导员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苏清渊，你屡次在校动手打人，扰乱秩序，态度恶劣。现在立刻给3位同学道歉，写3000字检讨，否则直接上报学院记处分。老师，他态度特别嚣张，根本不把校规放在眼里。我动手是自卫回击，是他们围堵我，蓄意滋事在先。不管起因如何，打人就是错。你家境优越就可以肆意妄为，立刻认错。老师，不问对错，您配为人师者吗？还敢顶撞老师，我看你是无可救药。就是，敢跟老师顶嘴，你今天必须被严惩。颠倒黑白，不配叫嚣。办公室监控全程录像，走廊围观同学均可作证。他们3人抱团围堵，蓄意挑事，我正当还击。您若执意偏袒，乱判对错，我不介意直接联系校董，公开监控，彻查您徇私处事。抱颓滋事，该道歉、该检讨的是你们。清渊，你就算讨厌我，也没必要照搬我的穿搭风格吧？没必要处处学我。苏清渊，别处处跟风微微，让人看笑话。你的仿款廉价礼服也配和我相提并论？你刻意模仿我，碰瓷我，反倒倒打一耙。差不多得了，场合这么正式，别当众闹难看，给大家添堵。自讨苦吃。这是什么解释啊？廉价模仿，妄图攀附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原来苏清渊私下这么恶劣，难怪没人敢跟他玩，太可怕了。看着高冷漂亮，没想到人品这么差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跟风造谣，很有意思。全网都在说，难道还有假？你就是暴力成性。无脑跟风，以讹传讹，最是愚昧。我们只是说实话，你还想继续打人？我可以立刻放出全部聊天记录、监控录像，自证清白。但你们跟风传谣、恶意抹黑，证据确凿，足够让你们背负造谣处分。林薇薇，按照学院处理决定，现在当众对苏清渊作出检讨，如实交代你全部问题。我承认，有一部分网络谣言是我捏造的，我对苏青桐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就这也算认错？那些更恶劣的事情，半个字不敢提。摆明了敷衍走个过场，打算大事化小，蒙混过去。就只有这些？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我已经公开道歉，接受处分，你到底还想让我怎么样？
你编写数十条码黑帖子，批量购买水军煽动网暴，挑拨室友抱团针对我。这么多事，你为什么只字不提？那些只是我情绪上头、一时糊涂犯下的错。我已经受到学院重罚，档案留下记过，我的前途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。苏清渊，难道你非要把我逼到走投无路，你才满意吗？苏清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已经付出代价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为什么非要死死揪住刘一线？日后好相见，你不懂吗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当初我网上铺天盖地对我的谩骂攻击，你在评论区带头附和煽风点火，那也叫一时糊涂。那时候我看不到全部真相，被网上流传的片面信息给误导了。没有核实事实就落井下石，这叫被误导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你不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反倒跑来替加害者劝我大度，你凭什么来跟我讲大道理？我只是好心劝你不要把事情做绝，你非要这么不近人情吗？你居然当着老师和这么多同学的面动手，你就不怕记处分吗？我只惩罚助纣为虐的人，该担心处分的是你们。苏清渊，注意公开场合的言行。老师，认错不是走形式交差，避重就轻、隐瞒关键恶行的道歉没有任何价值。现在把你做过的所有事情大声完整说出来，捏造网暴帖子，雇佣水军，挑拨室友，一件一件交代清楚。我们以前做了那么久的好朋友，你一定要当众这样羞辱我吗？朋友不会处心积虑算计我的一切，不要拿往日虚假情谊掩盖你犯下的恶。我不，我已经受过惩罚了，我不要再当众揭开自己的伤疤。今天不把全部事实说清楚，这件事就不算结束。是我，帖子是我写的，水军是我发钱买的，也是我挑拨室友抱团针对苏清玉，所有坏事全都是我策划的。你们呢？啊，这写的真的钱？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犯错就要认罚，道歉不是一场表演，更不是用来博取别人心软的工具。我求求你们，帮我一个忙。我在学校被苏清玉害得身败名裂，档案碑上记过，校内人人对我指指点点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小姑娘，学生之间的矛盾，我们一般不想掺和，搞不好闹到蜀书局，我们要惹麻烦。钱我全部给你们，这是我全部生活费，我不要你们打伤他，真的不要。你们只要把他堵下来，逼他当众给我跪下道歉，把我的名声还给我就够了。就这点钱，就想让我们3个人出面堵人，这点活风险可不低。我现在就只有这么多，等这事了结，我再找机会凑钱，我一定再补你们一笔。算我求你们了，除了你们，我再也找不到别人帮我。苏清渊把我逼到绝境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哥，这小姑娘确实够惨，反正也就堵个人，吓唬吓唬对方，不一定真动手。有钱拿何乐不为？行吧，这笔活我们接下，时间地点听你的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只负责吓唬，闹出重伤大事，我们可不担。就定今天晚上，学校后门那条偏僻小巷，他一定会从那边走，你们守在那里拦住他，只要他低头认错，一切就结束。
喂，站住！你就是苏清源对吧？那个叫林薇薇的女生托我们办事儿，钱已经收了，咱们就不绕弯子。小姑娘，我们本来不想动粗，林薇薇花光生活费拜托我们过来，只要你当众给林薇薇跪下赔礼道歉，把事情说清楚，还她清白，这事儿就此结过，我们放你安安稳稳回学校。就是，林薇薇为了找我们，把零花钱、生活费全都掏干净了。别硬撑充好汉，女孩子何苦挨一顿斗，低头认个错就完事儿了，非要给自己找皮肉之苦吗？要是不识相，那今天这条巷子你就别想完整走出去。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道歉无从谈起。林薇薇落到现在这个处境，全是她自己行事不当造成的后果，咎由自取。不惜掏空钱财雇人围堵同学，更是错上加错。轮不到你们跑来替她出头报复。哼，还给自己装的一身正气，小姑娘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少在这跟我们讲大道理，真当我们不敢动手是吧？校外结伙围堵恐吓他人，属于寻衅滋事，一样要接受法律的惩罚。臭娘们儿，居然还敢还手！哥几个别跟他废话，一起上，给他点教训。今天非得挫挫他的傲气。好言好语跟你商量你不听，那就别怪我们下手不留情面，是你逼我们动手的。仗着人多欺负学生，就这点本事还敢收钱替人办事，不堪一击。你少得意，别以为打赢一下就有多狂妄。我们3个人，难道还收拾不了你一个女学生？嘴上说的再狠，也要手上有本事。尽管过来试一试。我警告你们，若是以后再受人指使过来围堵、恐吓我，我会直接拨打电话给叔叔处理。寻衅滋事一旦定罪留下案底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对应的责任，到时候可不是挨几下这么简单。我跟你们没完。行，算你厉害，这笔账我们记下了，早晚有机会找回来。真倒霉，万万没想到一个女学生这么能打，林薇薇那丫头可把我们坑惨了。陆泽言，躲在暗处看了这么久的戏，看够了吗？还要继续藏着？我只是刚好路过这条巷子而已，我什么都没做。这件事从头到尾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没有参与。林薇薇花钱雇人来堵我，这件事你早就一清二楚。你明明提前知情，却选择闭口不报，躲在暗处冷眼旁观，等着看我被人刁难受欺负，这也叫什么都没做。我劝过林薇薇，我真的劝过，可她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，我拦不住她。我不想掺和进这种烂事里面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明知道恶行即将发生，却选择袖手旁观，不作为，本身就是一种纵容。你以为躲在一旁不直接动手，就可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？苏清渊，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，那几个人也已经跑掉了，你何必还要死死揪着我不放？今天算是给你一次警示，往后如果再遇上类似的事情，绝不会比今天更好。你这也太过分了，我又没有动手伤害你。真正过分的从来不是我。今天的教训，希望你记牢，管好你自己，远离这些是非烂摊子，不要再变让助长别人的恶意。老师，您可得为我们做主。昨天傍晚，我们只是路过学校后门那条小巷，
本来想着劝一劝同学之间的矛盾，结果那个叫苏清渊的女生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动手，对我们几个人大打出手。没错，我们根本没有招惹她，好好上前劝架，换来的却是一顿殴打。你看我这手臂，就是被她打伤的。平白无故挨一顿打，我们总得讨一个说法。我们就是普通路人，好心上前调解，没想到他下手这么狠，完全不把人放在眼里。几位先冷静一点，校外发生冲突，还牵扯我校学生，这件事我们肯定会核实处理。苏清渊，外面这几位当事人都指证你在校外主动动手伤人，校外斗殴，不管起因是什么，性质都很恶劣，一旦属实，学校必须按校规严肃处理。面对这么多人的指控，你现在有什么要解释的？老师，我不是想要诋毁同学，只是苏清音做事太过极端，一言不合就选择用武力解决问题，连校外无关人员都能动手，若是继续放任，早晚还会伤害到校内其他同学啊！我们什么都没做，仅仅只是路过劝和，就平白无故遭受一顿殴打，这完全就是恃强欺弱。希望学校能够严肃处理，给我们一个公道。你们所有人都在说谎，根本不存在什么路人劝和。你们3个人是收了钱财受人雇佣，专门守在学校后门小巷，蓄意围堵恐吓我，想要逼迫我下跪道歉。昨天我只是面对不法围堵做出正当还击，如今没有讨到便宜，就跑到这里颠倒黑白，恶人先告状。又胡说八道！什么收钱围堵，完全都是你凭空捏造出来的借口。你把话说清楚。你们昨天为什么刚好会出现在学校后门那条偏僻小巷？老师，您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欺骗了。苏清烟最擅长颠倒黑白，平日里就习惯用强势的姿态压迫别人。今天他又在狡辩脱罪，您一定要秉持公正，好好处理这件事。林薇薇，你作为本校学生，说话要讲求证据，不能仅凭主观印象去评判同学。现在双方各执一词，空口争论没有意义。林薇薇，你还要继续演下去吗？教唆校外人员围堵同学，事情败露之后，又撺掇他们来到保卫处，编造谎话，恶意构陷我。整件事情从头到尾，你才是这一场闹剧的始作俑者。你以为靠着眼泪和谎言就能够掩盖你全部的过错？作伪证同样会被追责。不要以为躲在混混身后，你就可以置身事外。老师，我这里留有昨天小巷内的现场录音，同时也拿到了路边商铺的公共监控录像，里面完整记录了他们受人钱财，在校外小巷围堵我的全部经过。谁在说谎，谁才是受害者，看完证据就一目了然。喂，站住！钱已经收了，咱们就不绕弯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差点就被这一套说辞蒙蔽过去。我还以为只是普通的校外冲突，万万没想到背后还有雇人围堵、串通诬告这一层。你们几个社会闲散人员，拿钱受人指使，在校外围堵威胁我校学生，事后还跑到学校捏造事实诬告，已经涉嫌寻衅滋事。学校没有权限处置社会人员，我现在直接联系叔叔过来带人，一切交由属局调查处理。完了，证据全都有，我们再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是林薇薇找我们的，主意大部分都是她出的。林薇薇，你身为在校学生，不思悔改，花钱勾结校外人员报复同学。事情败露，又教唆他人编造谎言来保卫处诬告陷害，之前的记过处分还在你的档案里，你非但没有吸取教训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按照校规，我会向上级提交申请，对你追加处分。这件处理结果会进行校内通报。你好好想一想，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有多荒唐。
姐，我现在在学校真的快待不下去了。之前那件事，我明明已经当众认错悔过，也接受学校处分了，可苏清渊还是不肯放过我。班上同学全都在背后议论我，所有人都戴着有色眼镜看我，我每天上课都抬不起头，晚上回宿舍整夜睡不着，我快要抑郁了。我真的已经低头认过错了，我不想再跟他起冲突。可就因为苏清渊，我在学校处处被孤立，档案上还留了处分记录，我的前途全都毁了。姐，就你能帮我了，你能不能来我们学校一趟，帮我跟他讲讲道理，让他不要再揪着我过去的事不放，不要再处处针对我。还有这种事？你都已经认错了，他还不肯下修？一个学生而已，仗着家里条件好就这么咄咄逼人，你别害怕，我马上过来。今天我替你讨个公道。你就是苏清渊，我听微微说了，你就是那个家里条件不错的女生。怎么，家里有点钱就可以在学校里面随便欺负同学是吗？微微已经知道错了，之前那件事，她当着老师的面已经当众认错悔过，接受学校处分。就算她之前有不妥，惩罚也受了，你为何还要步步紧逼，不肯放过她？好好一个小姑娘，被你逼得档案记过，在学校被所有人排挤，日日失眠抑郁，把一个已经认错的人逼到这种地步，你的良心真的过得去吗？小姑娘，做人不要太过嚣张，就算你的家世再好，背景再硬，也没有资格肆意践踏别人的人生。今天这件事，必须给我表妹一个说法。他的确是当众认过错，但认错不代表过往的伤害可以一笔勾销，更不代表他可以转头继续钻空子耍手段。你只听他一面之词，不知事情全报，就贸然过来兴师问罪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盲目护短。我的家教轮不到外人来智慧，更轮不到你代替我的家长管教我。你不去核实全部真相，一味偏听偏信，他嘴上认错，背地里却依旧在算计报复。你反倒跑来学校，仗着长辈身份肆意施压，不分黑白，是非颠倒。姐，算了算了，都别吵了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是我不该把你叫过来。你不要因为我和同学闹得这么难堪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林微微，不必再演这套苦情戏，你不要拿已经认错当做自己的免罪金牌。保卫处你迫于证据当众认错，签下悔过记录，转头却心有不甘，不肯真正反思自己。你明知自己理亏和我对峙，就偷偷打电话搬救兵，刻意隐瞒故人围堵、教唆诬告的完整经过，只诉说自己的委屈，企图靠舆论逼迫我妥协。嘴上悔过，背地里想方设法算计报复；嘴上认错，行动上却在继续犯错。搬外人当救兵，靠卖砍博同情，妄图颠倒黑白。你的这些小手段，廉价又可笑，拿着抑郁症做幌子，更是可恶至极。既然今天闹到这里，那我就把真相摊开，大家都听一听。这是林微微花钱雇佣混混的聊天记系，小巷围堵的监控片段，保卫处的事件比例，还有他当初写下的悔过书副本。微微，你跟我说你已经彻底认错，受尽委屈，可你根本没有讲你做过的这些事。你骗我过来，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。这事是我没有弄清楚情况，抱歉。上期是吧？你俩是啊。现在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，我已经没有别的出路，只要能哄得苏清渊心软，重新得到苏家的扶持，就算低头认错又算什么？至于过往那些过节，只要我能重回高处，一切都可以翻篇。清渊，
我等你很久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我没有资格站在你面前说这些话，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在这里拦你。这段日子我夜夜睡不着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回想过去所有的事，我真的彻底想明白了。重来一次，我只想安安稳稳守护家人，并不想主动和谁为敌。可总有人贪得无厌，一次次主动找上门纠缠不休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都想明白什么了？是我糊涂，是我鬼迷心窍。当初林薇薇在我耳边不断搬弄事实，花言巧语蛊惑我，我被那些虚浮的情面蒙蔽双眼，是非不分。我不该明知道她对你心存烈念，小象围捕你的时候，我躲在暗处冷眼旁观。后来她教唆混混诬告，我也选择闭口不言，便想帮着她处处算计，针对你。所以，你把所有过错都推到林薇薇身上。我承认，我有私心，可我也有被人蒙骗的成分。以前我在学校拿到的那些成绩、机会，很多确实离不开你的提点与扶持。从前我不懂珍惜，被一时的虚荣心冲昏头脑，才走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如今荣誉、绩点、人脉全部化为乌有，我才看清，我之前那点风光，根本离不开你的帮衬。风光是你自己贪恋的，冷眼旁观也是你自己选的，没有人逼你。我们相识这么久，曾经也有过不少愉快的时光。过去是我做错，我愿意认错，愿意悔改。清渊，算我求你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？只要你愿意原谅我，往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可以站在你这边，替你做事，拼尽全力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。不必再演这套悔悟的戏码，你我之间早已无情可谈，以后离我远点。难道就不能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？你把全部过错推到林薇薇身上，可每一次冷眼旁观都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。你一而再再而三纵容恶行，做事我遭受围堵诬告，我凭什么给你机会？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，所以我才想要弥补。弥补？你拿什么弥补？你口中的悔改，不过是看见自己一无所有，失去所有依仗之后才生出的后悔。你根本不配谈弥补二字。清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已经尝到恶果，付出代价了。难道犯过错，就连改过的机会都不能拥有吗？那些过往的相处，难道就真的可以一笔勾销，半分情面都不留？不要再拿人非圣贤当做你的挡箭牌。你不是一时无心犯错，你是权衡利弊之后主动选择袖手旁观，助纣为虐。当初你躲在巷子阴影里，等着看我受挫吃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给自己留一点余地？我那时候只是犹豫，我没有想要害你。你的犹豫就是对恶意的纵容。你今天跑来道歉，不是良心发现，是你如今一无所有，走投无路，想重新借我的力量东山再起。你的忏悔，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利己的表演。收起你这套痴心妄想，我不会再被你的花言巧语蒙骗。我现在在学校已经走投无路，身边没有人愿意帮我。我不求你恢复往日对待我的样子，只求不要彻底把我逼入绝境。我们这么久的交情，难道就一点都不念吗？交情，何时有过？以前没有，以后更不会有。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？不是我绝情，是你咎由自取。从此你我陌路，别再来纠缠我，再敢拦我，后果自负。清渊，这次省竞赛你是我们学校综合评分第一，报送名额一定是你的。你真的太厉害了，人漂亮，家世好，学习又好。清渊，你太优秀啦！宁宁，你也很厉害的，你唱歌、画画都很棒，这个我就不如你。同学，今天找你过来也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家周宇平时学业底子薄弱，凭自己的本事根本拿不到这次省级竞赛的保送资格。这个竞赛的含金量很高，要是能拿到参赛经历，不管是评优还是以后保研，都能占很大优势。这里面是一点心意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张5000额度的高端商超购物卡，卡我已经放在包内侧夹层。只要你利用手里整理报送竞赛材料的权限，悄悄调换身披名单，把我家孩子替换上去，
这些就全部归你。事情顺利办成之后，我还会再准备一份厚礼，绝不会亏待你。我们今天见面，没有人会知道。只要你做事稳妥，就不会露出破绽。你完全不用担心被牵连。行，竞赛申报材料归我负责，我可以修改上报的名单，我会把苏清渊的名字替换掉，报上周宇。但你必须守死秘密，一旦消息泄露，我们2个人都要彻底完蛋。名额调整是综合评定后的结果，评估判定你的临场适配度不足，这次不予推荐报送。清月学姐，对不起，我也是服从学校的安排，并不是我有意要来抢你的名额。综合成绩、笔试排名、实训打分，我的每一项都是第一，而周宇各项考核全程垫底，完全达不到参赛标准。凭什么调包顶替，拿走本该属于我的女额？最终上报名单由学生会整理提交，流程全部走完，选拔结果已经定下来，轮不到普通学生来质疑。就算心里不服，你也只能接受。学姐不要这么较真吧，不过就是一次竞赛而已，没必要这样咄咄逼人。靠暗箱操作得来的女额，你根本拿不稳。苏清渊，你这是在挑战学生会的权威吗？收受现金与购物卡，利用学生会职务之便偷偷调包竞赛申评名额，肆意践踏选拔规则。你不配坐在学生会主席这个位置上。这个女额就辛苦您多费心了。简直荒唐！身为学生会主席，本该做好表率，你竟然收受钱财，篡改竞赛申评名单，破坏公平选拔，败坏学校风气，完全辜负学校对你的培养与信任。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参赛资格直接作废，取消你的本次竞赛全部资格，立刻通知你的家长，马上来学校接受阅谈。苏清渊同学，这次是学校监管出现重大漏洞，让你遭受不公，我代表学校向你郑重道歉。属于你的保送云额，我们立刻更正，第一时间向竞赛组委会重新报送你的全部申报材料。这件事学校一定会彻查到底，给你也给全校师生一个公正交代。谢谢领导，我只希望竞赛选拔可以回归公平。立刻冻结学生会主席全部权限，暂停他一切学生工作。通知校纪委工作人员马上过来，到场封存证据，开展立案调查。另外，把被篡改的公示名单紧急撤下，重新发布正确的竞赛推荐公示。听说了，这次苏清渊代表咱们学校参加省竞赛拿了第1名。我也听到了，苏清渊真厉害，不像那个林薇薇品德败坏，得亏苏清渊看清了他。祝贺你，继续努力！恭喜我院苏清一同学斩获本次省级学科竞赛1等奖，为我校争得荣誉。这个苏清烟现在热度爆了，看见没有？又拿省竞赛第1，人长得还好看，全网都在刷他。那咱们要不拍点校园素材蹭蹭他的热度？普通拍素材哪有多少流量？制造点冲突，直播演一出被欺负的戏码，只要卖惨到位，直播间直接爆疯，涨粉打赏全都有。就算事后被拆穿，我热度已经吃到手了，稳赚不赔。
会不会风险太大？学校到处都是监控。现场我掌控镜头角度，避开关键画面，先把节奏带起来，网友先入为主，谁会第一时间去查监控？走，咱们到校门口蹲人。家人们，你们都看见了，我就安安静静站在这里，只是打算拍一拍咱们大学的校园风景，记录校园日常。他路过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上来就用力推我。果然网上说的没错，家境好又拿了竞赛大奖，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？有钱人真的太霸道了，平白无故动手伤人。我刚刚余光瞟到，好像是他主动冲上去的，看着不像是苏青瑜故意推人啊，不会是网红碰瓷博流量吧？不好说，直播开着呢，咱们别乱插话。家人们，我真的被撞伤腿部，现在疼得站都站不起来。我本来就是过来打卡校园，想蹭一蹭名校的流量，我完全没有招惹过他，我没有碰瓷。今天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必须当众给我道歉，还要赔偿我的检查医药费，也得给直播间几千位网友一个交代。你的直播全程都在录制，镜头就算角度有所偏移，也记录下完整轨迹。是你刻意加快脚步，蓄意朝我冲撞过来，接触瞬间顺势倒地，这就是一场有预谋的碰瓷。为了蹭热度涨粉丝，不惜当众编造谎言。你不要在这里狡辩，这么多路人全都在现场，这就是人证。是你动手伤人，你就必须为此负责。我好不容易做起来的账号，要是我今天被白欺负，直播间粉丝都不会答应。不要拿现场路人当做你颠倒黑白的筹码，刻意蹲守，蓄意冲撞，抱着蹭热度涨粉的目的，靠碰瓷有热度的人来博取流量，收割同情，这样的炒作手段低劣不堪，令人不齿。你血口喷人！我根本没有想蹭你的热度，是你伤人在先。校门口全域监控无死角，完整记录刚刚发生的一切。是不是我推你调取监控，一切就真相大白？调就调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才不怕什么监控。我现在联系学校安保，调取正门监控录像，把完整事发画面公开展示出来。蓄意碰瓷直播造谣，属于恶意寻衅，不光网上网友看得见，校方、属色同样会介入处理。你们干嘛呀，老师？完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关掉，快关掉直播！想跑？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蓄意到校门口直播碰瓷，当众造谣诽谤，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跟我们走一趟，到办公室配合做事件登记。泽言，我只有你了。我们到此为止，你就是个累赘。就是因为你不断惹是生非，我才被苏清渊记恨，不少本该到手的人脉资源全部落空，现在处处举步维艰。我不想继续被你拖累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苏清渊，凭什么你可以风光无限，而我却落得一无所有？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哼！苏清渊，凭什么所有好事全都落在你的身上？你拿了省赛1等奖，人人都捧着你，可我呢？陆泽言跟我翻脸，学校的人也看不起我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全都是因为你。既然我什么都得不到，那我们就同归于尽。你如今的处境，是你一次次算计害人，亲手一步步造成的，不肯反省自己，反倒想用伤人来泄愤，已经彻底执迷不悟。苏清渊，凭什么？喂，
察吗 ？X 大学林荫道有人持刀蓄意伤人。林薇薇，上辈子你欠我的，这辈子你就在牢里，用你的一生去赔偿。清渊，我真的彻底知道错了。回头想想过去发生的一切，我满心都是愧疚。以前是我鬼迷心窍，贪慕虚荣，听信林薇薇的挑唆，一次次不分青红皂白伤害你。经历这么多事，我才明白，当初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求你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往后余生，我一定好好弥补你，我再也不会负你。这小伙子看着态度挺诚恳的，知错能改就很难得了。是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没必要一直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。陆泽言，你的悔过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下的临时抱佛脚，你落得今天这般处境，是你自己一次次选择造就的，自作自受，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清渊，我是真的放不下你，过去是我糊涂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吗？陆泽言，别演戏了，你今天过来找我，是盯上了苏氏集团的实习职位，想要借我的关系给自己铺路。不是的，青瑶，我是真心想要挽回你。实习的事情我根本没有多想。张助理，校招实习备选名单里面把陆泽言这个名字直接划掉。苏氏集团陆泽言实行永不录用。另外，同步通知所有对外合作企业，但凡哪家合作单位录用陆泽言，我们苏氏将直接终止全部商业合作。好的，苏小姐，我这边立刻登记落实，同步通知全部合作方。苏清渊，你怎么能做得这么绝？不过是过去一点恩怨，你要毁掉我的前途吗？前途是靠自己品行与实力挣来的，不是靠假意道歉、算计别人施舍得来的。是你自己亲手把路走死。对付陆泽言这种精致利益的人，只有让他从他贪恋的高台掉下来，让他摔入泥潭，才是对他最好的报复。原来是骗子！太恶心了，利用别人的同情心。校园里的闹剧到此结束，可这仅仅只是开始，更大的风浪还在前方等着我。